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哈哈哈哈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扔的是你扔到海里的。 怎么可能呢？别装了，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。 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，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京城琴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，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批黄金。他知道，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。 他同样不敢回绝，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兄？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。 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1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燕1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 这也就是你打算独吞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 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的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 王立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。事实上，王立德在海上漂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
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？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作状，黑燕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意外。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燕船员。 여기 무신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燕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，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咬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。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主说的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姓易的官家。然后黑燕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，我还未联想到你。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了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手看！ 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伯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。 2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，意思是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意思是陪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。 会掉脑袋！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兵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 你怕顾梦兵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放暗箭射杀了他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狄仁杰，力冲外敌，全体上阵！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洪亮，多亏你及时派船营救本官。 这就说明，如你刚才所说，这批用来走私的黄金，是那侯玉提前算出了潮汐即将退去，才提前沉入了海沟。当心点！哎，这狄仁杰办案有点意思。好，那是本官错怪狄明府了。刘中士，很快就涨潮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去。 速速派人接应。你去吧。好，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。
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让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，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淮阴，我们还有第2条路。这黄金我一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。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敌人揭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淮阴，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
涨潮了！灵符，快走！灵符，涨潮了，灵符！侯爷！侯爷！别急！灵符，快走啊！灵符，快走啊！灵符！侯爷！上！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慧英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王叔，哎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？我跟曹娘子约好了，一起去上香。快去！怎么了？灵府可有心事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一路无言？今日天气不错，难得，是吗？过了这座桥，再走不远就是佛寺了。灵府信佛吗？不信。那你呢？我信佛家说的缘。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的苦乐都是外缘。荣辱祸福，皆是前世的孽。现在虽有，缘尽又归无，所以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一切随缘。灵府说不信佛，可开口便是佛理。道听途说。
你看，那有棵樱桃树。还真是棵樱桃树，生在这崖壁上，也是不易呀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小时候，家父落难，我和家母被流放到偏远干涸之地，饥渴难耐。幸好遇到了一棵樱桃树，我们才得以存活。说来，我和这樱桃树还是很有缘。明府，狄明府。那个人，当年一个小女孩，家里惨遭横祸，那个人救了你，所以你才来到蓬莱，是为了他。你想找他，那你今日为何？远方其实一无所有。远方未必一无所有。回应啊，回应！来来来，哎，坐，哎，吃点水果。我去备晚饭啊，留下来吃个晚饭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哎呀，留下来，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说你要留下吃饭，家里可啥都没准备啊！你拉我干嘛？哎呀，瞎说什么？曹娘子，洪叔叔问你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？你能不能吃盐碎？他们平时不这样，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。他们只是想知道我们怎么了。那我们怎么了？
今日谢谢。没想到你真中了根宝书。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想吃樱桃了？出门就能摘。你知不知道一棵树，等它结果，至少也要3、4年呢？那总是会结果的，对吧？这是衙门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来的就是衙门，我要报官。中计治司欺人太甚，求官家给个公道。他不还我们东西，就是他。报官就好好报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何事先皇？明府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说个理。半年前我在他们中计治司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说好的当期半年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是当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凑够了钱想拿回我这镯子，哎，他们告诉我这镯子不见了。启禀明府，当票是真的，上面的笔迹确是我们钟掌柜的亲笔，但是当品确实也是找不到了。现在掌柜的不在店里，具体该怎么赔付处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是得等掌柜的回来再说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太好说，掌柜的私事，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。私事？哼！我听说你们钟掌柜最近装神弄鬼，我看多半是打算带着东西跑吧？是不是打算跑啊？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中计治司已经成立20多年，我们的信誉还是有口皆碑的。呸！今天要么还我镯子，要么你就赔钱。都跟你说了。赔钱。既然掌柜的不在，那这当期自然是作废，往后顺延。待到他们掌柜的回来了，若还是还不上你的当品，又或者他迟迟不归，你们那个时候再来对簿公堂，我自会秉公办理。既然明府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呀？3天找不回镯子，咱们公堂上见。公堂上见。多谢。行了行了，看什么呢？散了。哎，这一大早上的烂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你们俩从哪儿回来的？城东一间酒肆说有人闹事儿，掌柜的来报官，我们俩去看了看。事儿大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喝醉了，撕了个方，砸了几把椅子。那个店家也是个不识相的，打翻了椅子，他非要让我们俩赔，说什么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。我幸好是个当差的，不然我打死他。明府，又有人报案，是命案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在昨天晚上找到他以后，吓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折腾了一宿才开口说话。找到他的时候，是在城北的桥楼。是，就在沼泽地那一片。昨天我们在桥楼的沼泽地附近捉迷藏，过了很久，我从芦苇后面出来，我找不着他们，他们也找不着我，我就一直走，我想找到出去的路。走着，走到了沼泽附近，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躺着，我看见了一个僵尸。
我的地府。人府，这有一台血迹。哎，这儿也有，一定是在这儿遇刺，然后就开始爬。往哪儿爬？啊？桥楼。你们私下转转。人，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娘子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过来例行询问。昨日晚间，你在何处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走开！娘子。周围都看了，没发现尸体。你们是何人？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我们奉命在此巡逻，这一带时常有百计的细作，还有走私犯的出没。你们在此地可曾发现一具尸体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放肆！我是蓬莱县令，这里发生的所有案件都归我管。被我们抬走了。抬去了哪里？军营。你们在哪儿发现的尸体？就在这儿。
为什么不先报官？为什么要把尸体挪走？是李校尉让我们抬回去的。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明府，这个您就得问李校尉了。带我去见他。明府，刚刚在桥楼内有何发现？那为什么要去桥楼呢？谁啊？死者、凶手，还有他。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严禁入内。这位是蓬莱县令狄明府。需登记入部。黎明府还亲自来管这种事儿，职责所在。奉劝你，一个人别来这种凶险之地。我的人被你的人拦在了门外。军营这地方确实不欢迎太多外人。那桥楼上的女人呢？据我所知，军营管辖之地，百姓是禁止入内的。她叫婴儿，你见过她了？婴儿就是个疯子。他没惹过什么麻烦，所以我让他留在那儿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何擅自挪走尸体？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军营为何插手此事？桥楼附近均属军营管辖。我是蓬莱县令，蓬莱境内大小案件，皆属我职责所在。若是牵涉命案，你应及时向我报告。等我处理好尸体，自然会托人给你捎信儿。你把尸体处理了？这样的天气，留一具尸体在这儿，我可不想我的兵都因为瘟疫而丧命。这会儿估计已经烧完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止步！让他去。黎明府，小心点儿，别烧着自己。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不让咱们跟明府进去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军营里边啊，最多的就是规矩。我当兵那时候可没少受这规矩的苦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要是不懂吧，就别吭气儿。你要做甚？闲来无事，正好练练手。你就不好奇吗？这破箱子还上过锁，里面装的啥？这帮娃娃兵憋得够呛啊，怪不得要上锁。你以前也藏过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行了，扶他们回去。
你轻点儿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过瘾，没事吧，兄弟们？没事，没事。太值了，做的太过瘾了。挨的这顿打值不值？值。